你还在线下买砖吗？今天妍儿妹带大家换个思路，在网上买砖，以及我们来说说和砖相关的铺贴和填缝，这些决定砖成败的重要事情。你想要的装修知识都在屋檐干货笔记。线下买砖呢，虽然能看到非常多产品，但选择起来很辛苦，而且不同品牌的产品卖点复杂，难免会被销售说晕。在线上呢，网购让相应的购买逻辑发生变化。根据已有设计图，在网上挑选相类似的样式，购买小样到手后看样式和品质，最后呢，根据定下来的款式决定铺贴方式和施工工艺。这样你可以根据设计图挑选不同店铺的产品，只要你选择的是正规店铺，砖符合国家标准，选你喜欢的样式就好。妍儿妹家的砖都是网上购买的，浴室和厨房的地面是根据设计购买了几款小样，和在同一空间下出现的材质小样搭配比较，最终定下款式。还有像妍儿妹家厨房的小白砖，买了不下5种小样，还特地把砖带到宜家和选好的橱柜做比较，最终选了这款颜色柔和的陶瓷砖。还有一个特殊情况，就是可以提前选你喜欢的款式放进设计里。因为非常喜欢小火柴家这款红色的砖，在做设计前就想好浴室墙面要使用它，所以浴室的淋浴区和洗漱区的壁龛尺寸都是跟着砖走，长和宽都设计成了砖长宽倍数加上填缝的余量，最终非常完美的呈现了一壁龛。在这里呢，针对网上买砖，我们来说说需要注意以下几点：一、提前购买小样，检查砖的质感、颜色。在正规店铺购买小样，可以和公用的其他材质组合在一起，看看搭配度，特别是白色，冷一点、暖一点，图片上是看不准的，一定记得要看小样。二、墙砖和地砖如何选？选购墙砖时，问清看中的砖是否能上墙，像高吸水的釉面砖就只能上墙，不能用在地面。选购地砖时要咨询摩擦系数，特别是浴室和户外，对防滑要求很高。那抛光砖和玻化砖表面光滑，不太建议用在潮湿的浴室和户外。4. 问清计价模式，是按片还是按平米来算？提前根据施工图和商家确认好，是否有油费、上楼等附加费用。还要记得增加5到15的损耗，避免不同批次的色差和补货的额外费用等一系列问题。特殊的拼接方法，像空字拼、人字拼，也会影响砖的用量，建议咨询卖家。最后，隐藏福利，隐蔽砖。一般网络店铺购买会赠送一定比例的隐蔽砖，常规尺寸的隐蔽砖可以贴在橱柜、浴室柜后面，省工省时还省钱。说完了买砖，请先一键3连，让我继续说下去。我们来说下更重要的铺贴，因为各地师傅水平不同，而且师傅很容易按照自己的经验来操作，需要提前沟通。一、铺贴成本是瓷砖开销的一个大头，一般工人报价的呢是常规尺寸的砖，遇到小砖、异形砖、马赛克或大砖都会增加相应的费用，建议提前沟通好价格，不要贴完砖因为价格不透明而产生矛盾。2. 对缝，你家瓷砖缝都对上了吗？当你知道瓷砖还有对缝这个事情，转头看看家里没对上的缝，心里别提多堵了。当然，有些砖对缝可能没有那么容易，那就尽量在能看到的地方对上缝，会被遮挡或者不常见的地方做拼凑。3. 很多师傅还是靠感觉来调配水泥砂浆的比例，这增大了掉砖空鼓的风险。建议贴墙砖自己选购大品牌的瓷砖胶，虽然价格高一些，但是这个钱还是不要省。地面呢，想要省钱，可以用水泥砂浆。另外呢，贴砖工艺多，很容易出现问题，建议在铺贴完后，请第三方监理来帮你检查铺贴是否合格，有问题早发现早修缮。最后，我们来说下砖和砖之间这条缝，为什么要留缝呢？大部分材质都会热胀冷缩，留缝呢能够避免热胀冷缩带来空鼓、变形、开裂的问题。表面光滑平整的砖呢，可以留1.5到2毫米左右的缝。黄骨砖建议留3到5毫米的缝，别怕这3到5毫米的缝啊，选对填缝剂绝对是加分的。像妍儿妹家这个红色砖，贴完后呢觉得缝很大，但填缝剂上完以后，仿佛素颜美女化了妆，锦上添花。填缝时间一般在硬装完工、全屋大保洁之后，注意填缝前砖和缝都是干净的状态。填缝剂呢，常见材质有水泥基填缝剂、美缝剂、环氧彩砂这几种，具体区别可以移步豆熙之前做的填缝剂介绍，非常生动和详细。像我们设计师呢，经常在方案里使用环氧彩砂，
一是它本身的性能和质感很好，另外像马贝、雷帝等大品牌都有很多颜色可选，你可以通过色条或购买小样来提前测试哪种颜色最适合。杨妹觉得，像一般素净简约的砖，填缝剂颜色越相近越好。有风格、颜色鲜明的小砖，需要比较出最适合空间风格的颜色。常见填小白砖的缝看起来是深色线，可千万别选黑色，浅灰到深灰都是很好的选择。今天我们的干货笔记之瓷砖篇就到这里啦。看完后，你愿意在网上买砖吗？欢迎在弹幕里告诉我们。有任何关于装修和设计的问题，或者想看的内容，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。我们下期干货见。